大家好，我是新元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部《那仙比丘经》。一天，佛陀观察万名弟子中有很多人不注意听法，便舍弃大家离开，一个人来到森林独坐。正巧遇到一个象王，也舍弃象群来亲近佛陀。而这只大象后来转生为人，就是那仙比丘的故事，非常有趣，让我们一起来听。象王听闻佛法。佛在舍卫国，其数几孤独园时，诸多比丘僧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、诸天大臣、长者、一般人民以及96种外道的人，总共有1万多人。一日，大众都在佛陀面前听佛讲经。佛心想，众人聚在我处听法，分子越来越复杂，大多数人既喜欢讲话，身心又难以安住。佛便想舍离众人而去，到闲僻安静处所静坐沉思，参悟大道。佛生此念后，便立刻舍离众人而去，走到山中，来到丛树林中。这些树颇有神奇之气。佛坐在树下沉思，参悟大道。离树不远之处，有一群大象，约500-600只之多。其中有一位象王，看上去颇为贤德和善，能知晓何为善事，何为恶事，如人一般。大象很多，大多数都围绕在象王身边。诸位小象则走到所居之地前面的水塘之中，嬉戏打闹汤水，使水变得浑浊恶臭。诸位小象则走到所居之地前面的水塘之中，诸位小象又走到前面的水塘里去喝水，一些在吃肥美之草，另一些则在草地上奔跑践踏。我们众生的所作所为，大多数有着类似的缺点，先把东西弄脏，然后自己又去吃。诸大象及小象搅动塘水，使之浑浊恶臭，也使草地之草变脏。然而常常在又饥又渴之时，去饮用浊臭之水，啃吃践踏过后之草。象王心想，我要抛开众象，走到一个僻静之处，愉快一些。象王立刻离开众象而去，转入山中，来到了头罗丛树之间。当时象王看见佛陀也在树下，心中大为欢喜，立刻走到佛陀之处，低头屈膝向佛施礼，然后又退到一边而立。佛心想，我抛开众人，来到这些树丛之间，没想到象王也抛开众象，来到这些树丛之间，其中蕴含的意义如此这般相同。佛陀于是为象王阐说经义，说佛是人间最尊贵的圣人，象王是象群中最尊贵的代表。佛陀说道，我心中所思与象王心中所想如此合拍，现在我要与象王一起共同在这森林里快乐的生活。象王倾听了经典之后，心意立刻开通，理解了佛之微妙之意。象王环视佛所住之处，随即来回从容地走动，所到之处用鼻喷水洒地，又用象鼻卷住野草扫地，用脚踩地，以使地面平整。象王每天朝暮侍候佛陀，天天如此。象王听阿罗汉诵经，过了很久以后，佛陀涅槃了，象王却不知佛陀到何处去了，仍然每天来到头罗树林，为之周旋而走，便啼哭泪流，忧愁不乐，以致不能饮食。当时国中正好有座佛寺庙舍建在山上，其寺名叫迦罗恒寺，寺中有500名沙门，常常居住在其中。这些沙门都证得了阿罗汉，他们经常在每月8日、14日、15日、23日、29日、30日等6斋日时诵读经书，直到天亮。当时象王也在山上，正好住在某寺之中。象王知道有6天时间诵读经书，每到诵经之日，必定走到寺中倾听僧众诵经。众位沙门知道象王心想听经，每次诵经书之时，一定等到象王来到，然后才开始诵读经文。象王倾听经文，直至天亮，
既不瞌睡，也不卧下，不动不摇。三、项王转生人道。由于项王多次倾听佛经，侍奉佛陀的缘故，后来项王因为年寿已高，命尽而死。死后转生人道，作为某人之子而生于一个婆罗门家中。后来年龄渐渐长大，没有倾听过佛经，也没有看过一个沙门，便家人而走，来到深山之中学习义道。靠近他住的地方也有一个婆罗门的道人，与他一同住在山上，互相往来，结为知心的朋友。他们俩之中有一个人心想，我若不能断绝世间忧苦、衰老、疾病，死后必然堕入地狱、畜生、恶鬼、贫穷之中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他剃掉头发，身披袈裟，追求进入罗汉涅槃的境界。另一个人心想，我宁愿求做一国之王，获得自由自在，并且使天下人民都要听随我的教化命令。像这样的发誓之后，两人分别因年寿已尽而死，后又都转生人间，在此为人。其中一个先前想要做国王的人，出生在海边，成为国王的太子，名字叫做弥兰。其中一个人生前想剃发做沙门，寻求罗汉涅槃之道的人，出生在天竺印度国，名字叫陀列。出生时皮肤有纹，状似福田，仿佛肉皮袈裟，有一头大象与之同日而生。天竺称象为那，父母便称其子为那仙。等到长到15、16岁时，那仙有一个舅父，名字叫做楼汉，出家学道，成为沙门。其人是旷世高才，世间无能与之相比，并且已证得阿罗汉道，能够从密封无问之中出来，也能钻进没有孔穴的雾气之中，自由自在的变化，没有什么做不到。天上天下的人民及软动之类的东西，只要他心中有所思念，都能预先知晓他们从何处而来，死后又趋向何处。那先走到舅父的住处，自己申说道，我喜欢佛所阐述的大道，要求成为沙门，做舅父的弟子，能否同意让我做沙门？罗汉十分同情他的要求，立刻就让他出家，做了小沙弥，先受10戒，然后每天诵读经文，思维佛经戒律，不久便证得4禅，全部知晓各部经典的经义。当时国中有座佛教寺院，名字叫做合战寺，寺中有500名沙门，都已证得阿罗汉道。其中有一阿罗汉名叫频婆约，能够知道天上天下过去未来现在的事情。当那些年满20之时，便已接受了大沙门的经戒，来到合战寺之中，到迦波约住的地方来了。一日正值15，是僧团的布萨日，500罗汉齐聚于讲堂听戒，大沙门都进去了，那仙也夹杂其中。诸沙门都坐下之后，频婆约环视座中诸沙门，知道他们皆是阿罗汉，唯独那仙还没有证阿罗汉道。频婆约为刺激那仙，便说道，譬如人们择米，所有的米都是正等白米，其中有一粒黑米，人们就立刻剔去这粒黑米，因为它是粒坏米。现在我的所作之中都是清净白米，唯独那仙是粒黑米，尚未证得阿罗汉道。那仙听到频婆约这般说法，心中大为忧愁，赶紧站起来向500沙门施礼。出去后心中想到，我不应该坐在众人之中，所有在座比丘都已证得解脱，成就阿罗汉道，唯独我例外。这仿佛是座中众位皆是狮子，忽而其中夹杂了一条狐狸野狗一般。我从此以后若不证得解脱之道，绝不进入众人之中而坐。迦波约早已知晓那仙的心意，用手慈悲地摸弄那仙的头顶，说道，不久的将来，只要你努力，就可以证得阿罗汉道，不要忧愁。于是便挽留那仙住下。那仙还有一位师父，年届80、90岁了，名字叫迦维约。众人之中有一位优婆塞，十分贤德和善，
每天为迦维约大师提供斋饭。那仙要为师傅持钵取饭的时候，师傅命令那仙口中含水，走到优婆塞家取回饭时，优婆塞看见那仙年少端正，与一般大为不同，很早就听说他很有智慧，胸襟广阔辽远，颇有大志，能够阐发经中的大道。优婆塞看到那仙前来，赶紧向他施礼，合掌说道：供养诸沙门斋饭已有很长时间了，下层有一个沙门向我阐说经中大道，现在我向那仙请求，但愿能向我阐述佛经，解开我心中的迷惑淤合。那仙心中想到，我已接受了师父的教诫，他命令我口中含水，不许说话。我现在若是吐出了口中之水，便是违背了师命，这又该怎么说话呢？那仙知道优婆塞也是高才有志之士，我若向他阐说经义，想必立刻便可得到。于是那仙便吐出了口中之水，并坐下，替优婆塞阐述经义道：人应当布施，做一些福善之事，奉行佛的经律教诫，死后再转生人间，便能得到富贵之福。人若不违反经律戒律，死后就不会再堕入地狱、恶鬼、畜生道中，或贫苦穷困之中，就可以生于天上享乐。优婆塞听到那仙所说之经，心中大为欢喜。那仙也知道优婆塞心中欢喜，便为他阐述较深的经义。世间万事万物都必然会流逝灭亡的，没有一事是常住不变的，各种所作所为都很辛勤劳苦，万物都不能自由自在，唯有正入涅槃之道，就意味着不再转世而生，也不衰老，没有疾病，也不会死亡，没有忧愁，也没有烦恼，唯有灭除各种恶念和招致苦的原因，才能脱离无尽的轮回，获得真如的快乐。那仙说完经义之后，优婆塞即证得了第一须陀洹，那仙也因此而证得了须陀洹道。优婆塞十分欢喜，便极力给那仙做出美好的饭菜。那仙对优婆塞说：先取饭菜放在师傅的钵中。那仙吃完饭，洗脸漱口完毕，便手持饭菜而回交师傅。师傅看到那仙说道：你今天虽拿回美好饭菜，可是你违反了僧团的规定，以致冒犯众人，应该把你驱除出去。那仙大为忧愁，心中不悦。师傅命令道：集合大众比丘。大众都集合起来，全部坐定。师傅说道：那仙不秉师教，冒犯了我辈众人之约法，理应将他驱除出去，不要让他在众人之中住下。频婆约吉替那仙求情说道：譬如人用一箭射中两个目标，那仙自己得到，又使优婆塞也得到，这是十分难得之事，不应该逐出那仙。师父迦维约说道：即使一箭射中了100个目标物，总而言之都是违反了众人之约，就要接受处罚，不能再住在此处。其他个人务必持戒，不能像那仙一样。如果有人敢效法那仙，为维持法纪的尊严，应该如那仙一样，立刻将之逐出僧团，不与共住。座中众人都沉默不语。师父命令立刻逐出那仙，那仙便虔诚地弯下腰，以头顶礼师父之脚，以示忏悔。起身之后，又面向诸比丘僧作礼，之后便走出合战寺，进入深山之中，坐在树下，昼夜努力精进向道，不敢懈怠。最后终于证得阿罗汉道，能够飞行，自由无碍，得到了天眼通、天耳通，乃能辨知六道众生所思的他心通，也证得了宿命通和断尽三界的见思惑，不受生死的漏尽通。证得阿罗汉之后，便回到了合战寺，到诸比丘居住之处，虔诚地忏悔往昔之过，以求得他们的理解。诸比丘表示欢迎，并听随他本人之辩。第五，那仙游化人间。那仙行礼完毕之后，又辞别了合战寺，
转而走到各郡县街曲礼巷之中，为一般人阐说佛经戒律，教导人们一心向善。在所教的人当中，有接受五戒的人，有的证得了须陀洹，其中也有证得了斯那含，其中也有证得斯陀含道的人，其中也有证得了阿那含道的人，其中甚至还有人出家做沙门而证得阿罗汉道的人。第二忉利天的天者氏，第7天的梵天王，还有第4天的天王等等，都来到那仙的住所，向他施礼，虔诚地以头顶礼那仙之足。那仙便为诸天阐说佛经要义，从此那仙的声名传播四方。那仙所到之处，诸天、人民、鬼神、龙等见到那仙无不欢喜。后来那仙又转到天竺的舍揭国，住在谢恒迦寺之中。那仙比丘的故事就先说到这里，如果想继续听闻，请留言反馈，后续考虑更新。我们下期再见。